大家好，我是说话算数，这次没拖更的张大宝。这次我蛋糕的灵感来源是希腊帕特雷博物馆的文物，就是这个头戴陶制花冠的小女孩的头骨。这期和之前的棺材蛋糕可以看作是一个系列。首先来做原味的戚风蛋糕胚，蛋糕的形状相对不规则，所以用平盘烤胚。首先我们把蛋清和蛋黄分开，蛋清的盆里要保证无油无水无蛋黄。接着把蛋黄、油、牛奶混合，再筛入面粉，搅拌到没有结块。蛋白稍稍冻过再来打。夏天的蛋白有的时候不太好打，我看到一种说法是夏天母鸡喝水比较多，所以说蛋清的含水量呢也会相对高一点，可能会影响它的稳定性。冷冻过后的蛋白打得更加细腻和稳定。打出丰富的泡沫后分3次，加入砂糖。我看到有的文章讲，如果你打蛋白的时候一开始就加糖的话，可能会影响蛋白的起泡，所以理论上来讲，在蛋白起出泡以后再分次加入砂糖，既不影响它起泡的效果，又能让糖充分的融化并包裹好蛋白泡沫。可能对于新手来说，这样子打蛋白呢，打出来更稳定一些。也要注意时不时要把边上和底儿上的这个蛋白呢给它翻进来。今天的蛋白呢，我打得硬一些。提起打蛋头的时候，有一个短而小的尖，蛋白细腻有光泽就可以了。在蛋黄糊里加入少量的蛋白搅拌，再倒回蛋白盆里搅拌均匀。翻拌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操作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从高处把面糊倒入烤盘，并且抹平整。在你用平盘烤蛋糕的时候，蛋糕糊抹平整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样才能受热均匀，不鼓包。震几下就能拿去烤了。我的烤箱密封性比较强，并且上火比较大，所以用150度中下层烤30分钟。每个烤箱最适合的烘烤温度和时间是不一样的。烤完蛋糕，咱们来打奶油，软化奶油奶酪，加入糖粉，搅拌均匀，再加入奶油一起打发。这样淡奶油的油脂含量提高了，所以更不容易打过头，并且质地更加厚重稳定。如果你想加马斯卡彭也是可以的，奶油奶酪自带一些咸味和酸味，会比马斯卡彭的奶香口味更丰富一些，而且它也更便宜。我们先把蛋糕胚切成椭圆形，抹上一些奶油，一层层把它摞起来，要按照颅骨的弧度和趋势去做。其实这个样子有一点像在做雕塑还挺有意思的。我经常想啊，我要是有钱不用再去工作的话，我真想再去读个艺术专业呀，也不用去上班，每天都可以拍视频。哎，梦里啥都有。蛋糕大体上组合好了以后呢，放进冰箱稍微冷冻一会儿。先来做卡士达酱，这个东西就是牛奶加蛋黄加淀粉的混合物煮熟。先把除牛奶外所有的成分混合均匀，再倒入温热的牛奶，搅拌均匀之后倒回锅里，小火加热到冒泡并变稠。我家里没有玉米淀粉哦，所以说我用的是红薯淀粉，它的凝固性和粘性要更强一些。所以说我的卡士达酱有一点太稠太黏了，不过等一会儿还要加黄油，所以问题不大。等卡士达酱冷却到常温，我们来做奶油霜。黄油稍稍打发，加入冷却好的卡士达酱，打到蓬松均匀。这种奶油霜呢，含水量稍微高一些，而且口味比用蛋白的奶油霜要丰富一些。一般抹面的时候，我更喜欢用这种奶油霜。接着呢，就是用奶油霜来塑形。毕竟呢，我是没有学过人体结构的，所以说肯定结构上有一些失真的地方，但是我只能说我尽量把它做得自然一点。做出大概的形体以后呢，用刷子和小刮片来整理细节。用喷枪上一层底色，再用干佩丝做出牙齿。整体再上一遍色，这样主体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用干佩丝来制作花冠。因为没有现成的模具，所以我画了一个纸模。用刻刀切好花朵，再用球棒塑形，刷上一层不均匀的白色，给有一部分的花朵中心刷上一些铜绿色。叶子也是差不多的做法。有几片叶子我们可以用食用的金色色素给它刷一下。这个花冠的主要构成是6瓣的桃金娘花、圆形的叶子，还有少量的珠子。在整体的配色上，我使用了浅粉、浅蓝和金色，和原本的这个纹物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加上花萼，这里我本来是想用铁丝把花朵拧在一起做成花冠，但是效果不好，所以后来我就把铁丝给抽走了。那么平时在制作蛋糕的过程中，如果你有使用铁丝的话，是不可以直接接触蛋糕的，需要用安全的材料对它进行包裹。用奶油霜把花冠粘起来，给糖珠上金色色素点缀在旁边，这样子花冠就做好了。但是看起来仍然有一些突兀，所以说最后还是用色素给它做一个整体的做旧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帕特雷博物馆的这个头骨呢，它是属于一个很小很小的女孩子，而对于她佩戴的这个花冠呢，我搜到了2种不同的解释。有的人说是在泛希腊时代呢，陶金娘她代表着爱，所以说这个花冠就是家人的爱。也有人说这样的花冠一般是给新娘子佩戴的。然后这个小姑娘呢，她夭折的比较早，家里面的人很遗憾无法看到她找到自己的幸福，所以才用花冠来陪葬。
我感觉某种意义上呢，其实这2种说法是一样的，归根到底都代表着对故去的亲人的一种爱还有遗憾吧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张大宝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